这炸弹要是在云清炸了，还能捂一下；要回了金刚炸，啊，回首的机会都没了。哎呀，要不去谈谈他吧？别了，我自己惹的祸，我自己来吧。我找他聊聊。小高。 你要是真想找到那个孩子呀，我劝你早点给你哥打电话吧，关宏宇。第一次见面，你分不清死者和被害人的区别。被害人的衣物和随身物品呢？我看一下。差点让我以为大名鼎鼎的关宏峰是个沽名钓誉之徒。 之后，你推测出张小红有作案嫌疑，白白浪费了几天时间。关大神探，这次可能要爬菜喽。简直就像是一个工作不久的外行刑警。可之后我们再见面，不用排查所有的医院，他这个病需要……你却在极短的时间之内推断出了侦查的方向，
总算有了点神探的样子。可问题就在于，一个人，在短短的几天之内，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除非你们不是同一个人。一个是声名在外的神探，一个是臭名昭著的杀人犯，一黑一白共用身份，公然在刑警队里出入刑事。你们兄弟俩的胆子可真是大呀！213灭门惨案之后，你作为嫌疑人被通缉之后失踪，而你哥被警队禁止参与调查而辞职离队，半年之后又重新回归支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就是从那时起你们两个开始互换身份的吧？敢冒这么大的风险干这件事情，关宏峰一定是非常坚定地认为你不是凶手，他想要查清真相。可是1年都已经过去了，你们兄弟两个还没有找到真相，以他的能力不应该啊？还是你拖了他的后腿？不过话说回来，关宏宇，你哥的探案能力你没有学会也就算了，可是你怎么敢啊？随随便便的把你的指纹留在了法医实验室的文件夹上。你要知道，即便是同卵双胞胎的 DNA 有高度的同源性，几乎一致，可是指纹却是每个人独有的。你到底什么意思？我本来是想去你们家送给你们的，既然你在这儿，给你也一样。对了，下次不要再犯这种低级的错误了。哎，哥，你猜的没错，小高比对了咱俩的指纹。他怎么会有你的指纹？对不起，是我大意了。先不说这些了，他现在打算怎么办？他猜出来咱俩互换身份，就是为了213这个案子，而且刚才还把咱俩比对指纹的报告给了我。我看他这样子，倒不是想告发咱们，走之前还跟我说让我下次别再失误了。哥，这小子为什么要帮我们？高军人的心智和普通人的不同，观念也有很大的差别。可能他把这件事当成一场有意思的游戏，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解开你我身份上的谜题。这其他事儿可能就变得没那么重要了。不管怎么说，既然他表达了没有戳破我们的意思，他就静观其变。宏宇，这事儿你得当做是个教训，再出入警队，可千万要谨慎，不能再出差错了。哦，对了，我们已经找到了随波的尸体，但是姚飞现在还下落不明。姚飞已经失踪30个小时了，我们剩的时间并不多。现在假设杀死随波的凶手和失踪儿童的买家以及带走失踪儿童的人是同一个人的话，那么无论从哪个角度入手，我们都是在围绕同一个目标在拼凑线索。都叫你戴上耳机，听我的。孩子，面好喽，过来吃吧。谢谢李叔。哎呀，我肚子饿得叽里咕噜叫呢。土豆还有哈。嗯，李叔再给你弄俩鸡蛋。好嘞。
哎，彤彤啊，你今年多大了？大学毕业了吧？该上班喽。我毕业1年多了，一直在长方行知呢。当警察了，行啊！刚才说了一个贼呢，有出息。长风新知呢，不跟你爸一个单位吗？嗯，可以啊。你们这个家呀，真是警察世家啊，一门双将，好，好，好。哎呀，这个常勇当警察几10年了，都是支队长了吧？我跟常勇啊，也有10多年没见喽，其实也挺想他的。哎，你这样吧，孩子，给你爸打个电话，我跟他唠唠啊，好久没跟他聊天了。我呢，这个手机一换呐，号码都没了。孩子，怎么了？我爸他牺牲了。彤彤，你长大了，爸爸相信你有这个能力规划好自己的一切。爸，谢谢你。随波手机查的怎么样？暂时还没有查到他跟买家的任何沟通记录。哦，那这么看来，这个随波肯定有其他的隐形渠道和买家沟通贩卖儿童的事儿，比如说一些发布了领养信息的非官方论坛，很多不法分子会在类似的地方找论坛或者留言板发布一些似是而非的广告信息。只要我们能够查到 QQ 号之类的联系方式，就可以尝试进行信息筛查，从而调出这个号码的联系记录。一旦能够确认随波和买家在网络上的联络信息，我们就等于得到了买家的账号。这个时候照猫画虎，继续筛查买家的账号意义不大，因为如果对方是个有反侦查意识的人，他很可能用的是一个临时注册的账号，然后用完即弃，以后也就不会再登录这个账号。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去花一点时间对账户的密码进行分析，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想办法取得这个账户注册时使用的原始密码。当然，联系通讯软件的公司提供原始密码也是个办法，但是要经过司法程序的审批，比较耽误时间。成功获得原始密码以后，我们就要开始核查。通常情况下，我们是使用相同账号去各类社交软件平台，通过程序比对，筛选出同一个人的多个账号。目前看来，这种情况并不适用。我们用来核查的不是账号，而是密码。作为一种记忆习惯，很多人在软件注册的时候可能用的是不同的账号，但是密码却是相同的。有了，从分析出的密码来看，包含了大写字母、小写字母、数字和特殊符号，说明这是一个高强度密码，也就是说，很有可能是它的常用密码。不光是社交软件，现代人的生活根本脱离不了互联网，还有外卖、快递、工作邮箱。我们迟早能查出一个或多个买家的注册账号。一个人通过网络总会展现自己生活的方式，甚至他对于网络的使用
本身就已经向我们透露出许多他的个人信息。通过这一切，我们就可以还原这个人的性别、年龄、职业、居住地点以及家庭环境。有了，男的，27岁，单身，城际特快列车工作人员，而且是单亲家庭。地址也有了，环湾区金界岛屿小区2号楼401，手机尾号2816，姓宋。来，好，上车！上车！上车！快点！上车！快点！后面的快点！快点！成了。帅哥，不要，整一块，不要啊，不要。
老妹儿，要表不？不用，谢谢。啊，还有带钻的。哎，大爷，帮我来碗面。哎，好的，谢谢啊。哎呀，大哥，你要平常钓鱼，我跟你讲，我这表嘎嘎的。啊，不行，不是，这都带气压显的。啊，谢谢。你不是你带它钓鱼，你知道哪儿？气压显示手柄把握，这样真犟。哎呀，不要的，你咋这么磨叽呢？你一条鱼也钓不着。卖表的。哎呀，怎么美女回心转意了？你有这块表吗？有，就在我店里，在哪儿啊？不远，就前面。要不说你有品位呢，老妹儿，就是你相中的这块表，那是我们家尖儿货，你知道吧？这边，老妹儿，前面2步道就到了啊。快，马上就到。前面就是，慢点啊。咱家护房这个。赶紧给你沏口茶，来进来挑。哎哥，给那个美女找一块凹机带气压那款。那表哪有仿的？都是真货呀！但是姑娘，你找我算是找对人了。这表还有最后1块。老妹，看看是不是这块？就是这块。哎呦我！不是老妹儿，你这也太不小心了。哎呀，这啥那个都别慌啊！哎呀，这我家监控还坏了，没事，我那个留存个证据啊。哎，看啊，这漂亮老妹儿来我家买表，你看看啊，这表整稀碎一地啊，你看给我大哥气的。哎，挺好。那啥，定个损吧，大哥。3万吧。3万啊！你看大哥这样，你看，小老妹挺漂亮的，然后也不是故意的，往下让点。那就2万，不能再少了。哎呀妈，2万那是2万赔了吗？那不赔就赔了呗。你看大哥，你永远都这么实在，你快死。那啥吧，老妹，2万就我挺好，你就咱做个朋友吧。谁跟你们交朋友啊？啊！我看你们就是故意的。说什么呢？啊？哎，你从哪儿带来的人啊？咱都正经生意。不是，哎呦我的，这老妹儿说话这太伤人了。那这样啊，我给你当文明人呢，你给我玩社会那一套，那行吧？来，我看你包里都。哎呦我去！你跟谁？你扒拉谁呀你？哎！我去！警察。检查同志好。你们之前总共卖过几块这个表？就卖过1块，总共就进了2块这个表。你手上1块，卖了1块。卖了1块，卖给谁了呀？就一个小子，这个总在附近晃悠。刚才我还看他了。刚才在哪儿啊？长什么样啊？就是咱俩偶遇那个地方。3、7分，然后穿了一个蓝色牛仔外套，搁这一走一过的进来。
走吧。哎，你好，往那边走，前面。好啊，那边。2、3组准备好了没？准备好了，王哥。据宋岩的同事说，这个人性格孤僻，周围的人呢对他了解都非常有限。等一会儿不排除暴力抗法或者使用凶器，你们一会儿注意安全啊。 就别进去了，我们进去，行吧？千万注意安全啊！先走吧。喂，关队，找着人了吗？周巡他们正准备进去呢，怎么了？在前面。 往前，往前，再往前，再往前，跟住了啊！配合我们的工作。来，先生，你们坐好。都给我松开！打死你！没事吧？谢谢啊。停车，停车！李明贤，谢谢你啊！啊，谢谢。虽然快递跟外卖都是寄到这个地址的，但是我觉得有点奇怪，因为从物品上看，它的受众更像是一个中老年人，不太像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而且我让高哥查了一下。 通过他账户的常用登录位置，又筛出了另外一个地址。他们家名下登记的还有其他房子，租的吧？是小产权房，建委没有登记过。小产权，地址在哪儿？阿姨，您放松点。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们就是过来调查一下啊。您喝点水，放松点。没事没事啊。有人吗？有人在吗？
姐姐来救你了。关老师，没事吧？把孩子带走。这个乘务员啊，是典型的暴力形态，逐步升级的犯罪人。他先通过虐杀大型、小型、中型犬来体验这种杀戮的快感。当杀动物没快感了，他就去买孩子。这随波啊，大概在交易的时候感觉不太对头。他看宋岩买孩子不像是自己养，根据图审的结果，
隋波突然停止交易，宋偃恼羞成怒，杀了隋波，劫走了孩子。他还利用自己乘务员的便利，私自携带宠物犬，往返于云清和环湾。说白了吧，这个就是个浮出水面的潜在暴力犯罪人。不是你这喷着唾沫星子白活半天，说的全是人小周嚼剩下的啊！能不能有点自己的想法，喷点新鲜热乎的？哼，你还真拿自己当大哥了。京港市特大儿童拐卖案近日被侦破，4名的被拐儿童全部获救，相关的嫌疑人呢已经全部落网。下面呢，跟随我们的镜头去采访一下保中刑侦支队的周巡周队长。周队长您好，可以介绍一下这次行动的经过吗？我们这次行动的功臣呢，是我们支队的刑警周书鹏，来让他跟大家说一说具体的过程啊。来，小周。周警官您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整个过程吗？就是嫌疑人把孩子囚禁在他家里了，我们找到了，然后就把孩子救出来了。可以详细的描述一下当时的经过吗？嫌疑人是一名持有凶器的成年男性，当时你独自面对嫌疑人，你害怕吗？当时真没时间害怕，就想着得赶紧把孩子救出来。周侦探回来了！咱们欢迎周侦探归队！你太拼了！来，合不合？来，周侦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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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鼓掌！告诉大家个好消息，听说凶手已经被警察抓到了，那家伙好像还犯了别的罪，肯定出不来了。太棒了，结案了！小姐姐消息好灵通啊，是不是家里有当警察的？网友牛啊，太好了！我是长丰公安的一名刑警，非常感谢你提供的推断和线索，使我们最终及时抓到了那名犯罪嫌疑人。虽然这里面也离不开我们同事的专业调查和尽职追捕，但我仅就你的协助，以个人名义表示感谢，真的非常感谢。那名嫌疑人反侦查能力还是很强的，估计他自己也没想到会因为手表上的气压显示而暴露自己。心理盲区。犯罪行为，尤其是暴力犯罪行为，会使人陷入一种非常特殊的情态中，它会提升行为人的一部分感知力、思维能力、判断能力和行动力，相对的，也会降低另一部分感知、思维、判断和行动。就好像一名犯罪分子，当行凶或暴力抗法时，会显得非常强悍，但在逃跑的时候，却有可能莫名其妙地被绊个跟头。这种矛盾存在着由心理影响到的生理机制变化，使得行为人总出现盲区。他们会忽略遗漏一些可能暴露自己身份的痕迹，会做出一些看似在他们思维中逻辑自洽，但实则荒谬至极的判断。只要记住这一点，再结合洛卡尔物质交换定律，就总会发现蛛丝马迹。您说话的方式特别像我们队的一位刑侦专家，您也是做刑侦工作的吗？
哎，日月，妈，这2天辛苦了，还不错。还是及时把孩子解救出来了。顺手来了个人赃俱获，啊，干得漂亮，小关干得不错啊。听见没有？小关干得不错。哦，对了，这个2天前啊，双泉路那边出了起命案，有个房屋中介公司的员工死在自己家店面里了，叫新源置业。这个尸检报告已经出来了，我让小高在技术科等你们呢。好，那去看看。被勒死的尸体我也解剖过不少，不过像这样的确实还是挺少见的。之前我一直以为凶器可能是一个弹性特别好的细伞冰绳，但是从环形的伤口当中并没有提取到任何的植物纤维，而且根据死者手舞断裂的情况来看，凶器应该是一根金属线。那是铁丝还是钢丝？新弦之类的，钢弦。钢弦。这儿，看看监控。好。这就是嫌疑人。换个角度。没了，因为那块快拆迁了，能用的监控就这一个，而且嫌疑人好像戴着口罩，无法看清面容。新源现场斗殴的人说，这个人脸上有道疤。有疤？那不用说了，肯定是老关。哎呀，中介公司火拼啊，怎么还能出人命呢？这真是的啊！走，可以。走，好样的。谢谢。进来。周队，您找我呀？哎，小周，来，坐。嗯。不错，这案子干的真的是不错。那还得感谢您，要不是前段时间您把我调到派出所，我哪有这机会学习啊？但是不能因为破了一个案子，就骄傲自满、洋洋得意啊！你要学习的还有很多，知道吗？知道了。知道为什么把你调到派出所吗？您不是说要让我去基层锻炼锻炼吗？是啊，没错，这只是一方面，你再好好想想，还有别的吗？别的什么？像你们这种刚从警校毕业的学生，特别容易分心，不专注。你看啊，你一到我们这儿来，就给你配了最好的刑警，关老师做你的师傅，对吗？为什么呢？为的就是让你跟他好好的学习，能够成长的快一点。你怎么样呢？你每天想东想西，一丁点认真学习的样子都没有。说白了，还是心不静，所以才把你调到派出所，让你在那儿好好收收心，不要老想那些乱七八糟的。现在对于你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你能把最基本的事情做好了，而不是让你眼高手低，你老去够那些你根本无法掌握的事情。
你明白吗？明白了。你真明白了？哎呀，不明白也没事儿，以后慢慢体会吧啊！你就记住一句话就行，做事情要专心。哎，有个新源置业的案子，你回头跟一下吧。哎，知道了，周队。周队，怎么了？还有事儿啊？我以后能继续跟着关老师学习吗？啊，这以后再说吧。先把手底下事儿做好了，啊。去吧。赶紧吃饭，减肥呢。哎，对了，我跟你说啊，支队现在没法确认那个监控视频里的人是我啊。哎呀，你那儿查着什么了？大概查了一下，这个新源置业差不多就是个黑中介。那块地方有不少拆迁和回迁的业务，所以这新源置业呢，应该是从徐鹤那个渠道买了不少信息，拉拢很多的业主，跟这个拆迁方谈条件。当地还有个叫新泉置业的中介公司，很可能是这个拆迁方的人，所以跟新源置业之间产生了不少的冲突。一个要拆，一个坐地起价，中间产生了很大的利益，所以新源置业的人被杀。推测应该跟新泉置业有关。那个娃娃脸，应该就是新泉置业背后的势力派去杀人捣乱的，所以一定要查一下新泉置业背后的操控者。啊，你说怎么查就怎么查。饭后73.9，标准。你哥。你赶紧吃饭，吃完饭也称一下，别回头让人看出咱俩体重区别了，没法干活了。洗个澡啊。74.7，这我用不上了。哥，你最近怎么胖成这样？不能怪你，肯定是我最近太辛苦了。哎，不能再让我接着吃了。我洗澡去了。哎呀，这人变轻了，真舒服。就能飞起来。对。取钱？哎呦喂！真是，大姐，你怎么亲自来了啊？嘿，这不打个招呼跟我？来，喝点水啊！大姐，你说这有什么事儿吩咐一下不完了吗？啊？我这怎么了？不太高兴啊？陆局叫你们去总队开会。嗨。这点小事，您说您还亲自来，找个人给我送一趟不就完了吗？甭说那片儿汤话了，
有闲工夫多干点正事儿吧。不是大姐，您这什么意思？我就不太懂了。那我说点你能听得懂的。林佳音，你认识吧？佳音这件事儿，是我们当时真的是……他炸死的事儿是你和光峰掺和的吧？是。虽然现在总队在组织调查，但是我们这事儿不算完。也确实，我和老关没有能保护好他。你以为佳音这么多年是确保自己安全无虞的情况下才做渗透的？干这行的只要出外勤，大家都是做好了心理准备，用不着谁来保护。别以为你当了2天牧羊犬，还真把他们当绵羊。是什么事？你还有那个关洪峰，人你们保护不住，出了事儿也不能赖你们，谁让你们是废物点心呢？但是现在人没了，你们最好给我找出个抵偿对命的，找不出来趁早吱声，我去总队把案子要过来。你们不管，我曲协管。广大市民朋友们，现在插播一则气象新闻。根据气象部门紧急发布的雷暴橙色预警，受强对流云团影响，未来24小时内，我市将出现伴有明显雷电和7级左右的雷雨阵风，预计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局部地区可达到100毫米。目前我市的公园、游乐场等户外场所已经关闭，请市民朋友们保持警惕，做好防雷雨、防风准备，关紧门窗，避免外出。必要外出时，请远离户外广告牌以及带电设备。在这个风雨欲来的时刻，愿我们共同携手守护河西金港。老关，马上进入4月了，你想起什么案子没？市局那边发话了啊，今天必须得把那个4月连环杀人案给破了，叫咱们队过去开会呢。而且陆局点名让你过去，啊，赶紧出门吧，注意安全。3年了，3个被害人，凶手跨向阳海港西关3个区连环作案，这是你们3个队的问题，也是总队的问题，现在是所有人的问题。专案组成立这么久了，一点进展都没有。今天我把长风的弟兄们叫来了，要把4个支队核心的刑侦骨干都攒到这儿。要的就是今年再不能有第4个被害人，都听明白了吗？明白。向阳海港西关向我极力推荐长风牵头，他们提供外援。赵星辰，你怎么才来？市局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啊，陆局，那个表不走字了，回头我就去修。小曲，你组织一下大家，跟长风介绍案情。好。在座各位都知道，连环杀人案无非就2个突破口，一个是犯罪嫌疑人，从嫌疑人在现场留下的作案痕迹和物证线索找出凶手；其二是被害人，调查被害人的个人信息、家庭成员、社会关系，进一步缩小摸查范围，最不济就找出几个被害人之间的共同点和不同点，从而推断出凶手的作案动机和作案方法。但该名嫌疑人连环作案，却没有在现场留下任何的作案痕迹。受害人的年龄、工作和社会地位也各不相同，甚至是毫无关联，所以现在就使得这个案件的侦破彻底陷入困境。每年4月初都有人被害啊，那总队为什么觉得都是同一名凶手所为呢？有一种智商叫做先看后问。3年前嫌疑人首次作案，
当时是西关刑侦受理的。大前年在4月4号一个雨夜，西关大棚一个电商公司发生了一起命案，受害人呢叫刘晓东，是这家公司的经理。案发时间大概是在午夜的前后，这些基本信息啊都在这些案卷里了，你们可以自己查。简而言之，他是被人用刀砍死的。第2名被害人呢，在我们辖区，案发的时间呢是前年的4月6号晚上10点多。遇害人是女性，41岁，一名事业单位的这个财务。叫做龚鑫，案发的地点呢就在他们单位旁的一个公交车站。哦，对了，当时也在下雨。作案的手段呢和第1案相同，受害人也是被砍死的。第3个被害人是在我们向阳一个烤鸭店的厨师长，叫庞成，34岁，去年4月2号晚上8点左右也在下雨，他去饭店后门抽烟，结果被砍了。这3名被害人都是后脑遭大型利器劈砍致死，而且案发都是在雨夜。这应该就是这3个案件最重要的共同点吧？都是一刀致命，伤口非常深。并案侦查是谁的建议啊？3个队会商的结果，上报总队、陆局拍的板，有问题吗？小赵，把这3份尸检报告传承给咱们队的小更。好。没有。不过我们队也有一种治伤标准，叫先确定并案线索，再进行摸排侦查。哎，老关，这曲贤什么情况？今天吃枪药了？关队，你可是咱们专案组最后一支救命稻草了，马上就4月了，如果不是巧合的话，凶手快要行动了。时间紧，我明白。好，那我们先回队里了啊。回见。来，好，你说吧，找我什么事儿？啊，陆局，我就是想问一下，关于林佳音的死，调查到什么份上了？我知道你徒弟林佳音的死对你刺激很大。前几天为了调查林佳音被害真相，还把你留观了半天，心里一定很委屈吧？虽然事后证明是一场误会，不过我还是要为当初对你的不信任表示抱歉。陆局，您呢也是按规章办事，章程就是章程，严谨客观。花火也是一样的，谈不上什么感情层面。我说我还是了解你的吧，你还是那个一丝不苟、理性严谨、原则大于天的关宏峰。我们呢也是痛心疾首，正在马不停蹄的查。谢谢陆局，那我不多打扰了。连环杀人案的事儿，您放心，我一定会尽力。好。周队，明天才是愚人节，你这个玩笑开的是不是有点早了呀？我给你发了3桩命案的尸检报告，你要是看着这些尸体的照片，你还能笑出来，我保证我回队里，我让你下半辈子都不会笑了，你信不信？我的意思不是这件事有多么的好笑，而是我希望你搞清楚，我的工作是验尸，不是验尸检报告。在缺乏第一手原始物证的，在尸体没有放到那个台子上的情况下，我所有的检验还有推断，都是站不住脚的。那人别顿法医都是吃素的吗？啊？你还没有资格评论尸检报告的准确性。你等会儿。喂，你说的有道理，不过现在要的不是尸检报告判断的精确性，我要你对3份报告上面3名受害者伤口的描述和照片
以及病理解剖分析做2点比对：第一，是不是同一把凶器；第二，是不是同一个体态的人用这把凶器实施了加害行为？你问的第一个问题，我现在就可以回答你，是同一把凶器。不过别着急下判断，再看仔细一点。3个伤口都有一个近乎正梯形的侧切面，顶骨到枕骨切口最深处的微型开裂痕迹，证明凶手在拔刀的时候曾经扭转过刀身。而骨层的断面呈现出不规则的锯齿状，这么奇怪的器物，很难找出第2把。锯齿刃。根据劈砍方式以及造成的伤口来看，凶器应该是一把刀身在40公分左右的砍刀，而根据一般的配重标准，再加上刀柄，凶器的长度应该是在60公分左右。这种长度和规格的刀，一般不会有锯齿刃。战术和格斗刀才会有锯齿刃，没错吧？对，像这种锯齿组合刃的多功能设计，一般都出现在野外以及战场上，而为了方便携带，一般都是短刀，长度并不符合。而且锯齿刃一般都在刀背上。明白了。第2点呢？至于第2点，恐怕就需要用实验来论证了。好，我知道了。差不多到饭点了。这市局的食堂呢，营养过剩，我降不住啊。哎，我随便出去吃一口啊，一会儿就回来。你就没这富贵命，吃你的兰州料理去吧。哎，10块8块点钱啊，你开票回来我给你报。这眼看天都要黑了，你联系他了吗？给他发短信了，这不是来了吗？啊。宏宇，那个叫许贤的，防着点。放心吧。根据这3起案子留下的痕迹、线索，再加上尸检报告，我们队内进行了讨论。现在初步确定，这个凶手应该是个男性。作案工具是一把砍刀，但这砍刀的器型有点特殊。根据一般的配重标准，加上刀柄，差不多应该是60公分左右。但是这个规格和长度的刀具呢，一般没有锯齿刃。但我们通过这个尸体骨层的断面，可以判断，这把作案工具从中段到尾段是有一组不规则的锯齿刃，比较罕见。劈砍的部位都是在被害人脑后的顶骨至枕骨之间，全是一刀致命，直接劈开了颅骨，说明这个凶手体格健壮，年龄应该是在25到45岁之间。鉴于这3起案子呢是发生在本市，虽然区域不同，但是我们初步确定，这个凶手应该就是生活在本市，而且他很有可能有自驾的交通工具。他选择在雨夜作案，这下雨天呢，很少能留下痕迹，说明这个人有一定的这个反侦查的能力。由于案发都是在工作日，所以我们推测这个人应该从事的是自由行业，就算是有单位，有可能是弹性工作制，基本上可以划归在高学历、高收入的人群。当然，作为一名连环杀手，长达1年时间的冷却期，可以说明这个人非常的冷静、自制，偏向于某种高功能的反社会人格。哎，老关，那你说咱们先从哪起案子开始调查呢？第1起啊？在连环暴力犯罪的调查当中，往往第1起案子其实是最有代表性的，很有可能就是这凶手他反侦查能力最生疏、犯罪标记行为最为明显的一起。当然，在这3起案件当中，我并没有觉得第1起有什么特异之处。
恰恰相反，这前2起杀人的时间和地点都非常相似，都是人烟稀少、夜深人静的时候作案。只有去年4月2日，烤鸭店的那个厨师长庞成被害的那一案，案发地点是商业中心附近的一个小区底商，案发时间是晚上8点钟左右。这个案发的时间和地点呈现了和前2个案子完全不同的作案环境。因为周围的人比较多，而且监控设施比较齐全，我建议回到这个现场，重点展开调查。黑官队，冒昧打断一下，您刚刚提到说他是高收入乃至高学历人群，这判断依据是什么呀？一个自由职业者，有车，而且冷静到1年只杀1个人的凶手，我这么推断，没问题吧？明天就进入4月了，既然初步认定这个冷却了1年的连环杀手，之前发案时间都基本是在4月初，也就是说，过了今晚，我们就要和这个杀手正式赛跑了。既然大家没有异议，那我们就沿着这个方向继续调查。好，等一下。吃饱了？许队，那什么，尸体已经进行比对了啊，确定应该是同一个凶手所为。啊，等会儿开会的时候我详细跟你说吧。啊，你们本来就多此一举。许队，容我问一句，是我得罪你了，还是我们队里得罪你了？你和你们队倒是没有。不过你哥肯定是得罪我了。陆局，我有个事儿不太明白。想请教一下官队，官队，按你说的，嫌疑人在本市居住，又有反侦查能力，那为什么他杀人潜逃之后，不但没有离开金港，还每年都出来作案？他是故意在挑衅警方吗？许队，我刚才说的那些只是对嫌疑人现阶段的推测，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在他实际的线索当中找到他杀人的动机，所以只能从字面上读解他为什么每年4月才出来杀人。姓曲的这话到底是几个意思？啊？不是，当初林佳音也是一眼看出我们哥俩的破绽的。这个曲贤比他资历还老，一眼看出来也不算奇怪吧？不奇怪吗？啊，我天天跟你们哥俩在一块儿，我怎么就没看出来呢？要不我找他问问去吧？啊？你疯了吧你？你去问他。我们哥俩这事儿要炸出来，你知情不报，你想给我们哥俩陪葬啊？这事真要是戳破了，就算我假装不知道，我也是万无至少，这雷我背定了。你看总队把他们叫过来，做完简报之后，大伙儿都撤了，就剩下我们和姓曲的。不是，我跟你讲，我的意思是说，你说总队会不会已经掌握你们哥俩的这个情况了？不可能吧？当然了，也不是不能验证啊，正好习惯之为在。
哎，二位大哥也在呢，辛苦了，有事随时招呼。高主任，你说咱们费了半天的劲，做出来的整形，为什么还要贴缝打孔啊？你告诉我，人的颅骨一共是多少块骨头构成的？23块。那还有3对听小骨呢，所以啊，一共是29块。不过呢，我们只需要表面建模，所以你说的23块其实也对。既然我们用了强金磷灰石和聚磷酸钙为主要成分的生物陶瓷来做了这个颅骨的模型，而且我们还用这个硅胶来替代人体组织进行填充，为的就是能够更好的模拟真实人体的强度和结构。那你告诉我，组合结构的骨骼抗压能力和单一完整结构的骨骼抗压能力，它能一样吗？高主任，一不一样我告诉不了你了，我能告诉你的是，经费在燃烧啊！如果这次市局专案不给我们报销的话，那么接下来的2个月，你就当减肥了吧。我减肥？小李，小李，你走去蹭月去。周队，要不要带点什么？我不去，你们去吧。哎呦我去！这小高啊，把队里都快搅翻天了。老关，咱俩赶紧回去处理一下。怎么了？哎呀，说是他搞了一个什么人体头部相似材料的这么一个模型，这价格不菲，而且吧，在这个法医办公室里面是又敲又打又蒸又煮，这房子都快拆了。那得赶紧回队里看看啊，万一时局一激动给他开了怎么办？哎呦，这孩子，我发现这脑子疯了，真的。小赵，你完事儿就赶紧回去啊。好嘞。啊，哎。哎，关队，海港跟西关刚刚发过来的补充资料，说是想让您抓紧看一眼，看看还有没有要调取的别的物证，他们好安排。啊，你先下去，我这就过来。看，行，这不是挺齐全的吗？嗯，你再过一遍，有事随时跟我联系。好嘞。还没走呢。烤鸭店西侧的商业街和东侧的小区一共9个探头，去年都做了证据保全。我调了技术队过来查监控，你们要不要过去盯着点儿？当然了，小赵，你去吧。好。你心理素质不错呀，居然没跑。我应该跑吗？刚才会上讲那2句还挺专业。看来跟你哥没少学呀。曲代，
什么时候你要有了红宇的消息，可以随时告诉我。在会上当着大家的面儿，我要是给你点破，你觉得我还有机会告诉你吗？喂，嘿，我说你怎么还不下来啊？磨叽什么呢？马上下来，马上啊！快点，赶紧的！催我了，要没什么正事儿，我先走了。这会儿想跑了？哎，曲代，您到底想表达什么呀？啊？我就是想表达，刚才你案件分析的不错，嗓子都冒烟了。作为同事呢，你水太久，敬你。不敢喝，怕留下指纹。谢谢呀，我还真是有点渴了。这垃圾我得给扔了，对吧？